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林辉站在旁边，仰头看向他，手中拎着一串物石。来，低头，我给你戴上。那是一条粗重且泛着冷光的暗银色金属链子，周围垂着一些不规则的矿石形状的吊坠。梁浩天顺从地弯下腰，像一名正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运动员，低头配合着对方的动作，让他将那条项链戴到自己颈间。金属链条划过皮肤，梁浩天感到一阵凉意。两个人目光交汇，谁也没闪躲。梁浩天的目光带着一种挑衅，而林辉只是微微勾起一边嘴角，用那种带有审视意味、近乎不屑的眼神回应着。他的眼神看起来像是要把我吃掉似的。他看其他模特也是这样吗？项链扣好后，林辉后退了2步，沉甸甸的事物垂落在梁浩天的锁骨间，随着他的呼吸轻轻起伏。你先不要动。林辉开始绕着他踱步，步履缓慢。只见他的眼神落在梁浩天的身上，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，从前到后，再从后到前。梁浩天破天荒地感到了羞怯，活了30几年，还没被别人这么仔细地看过。在这种专注的近乎狂热的凝视下，他感觉身上里里外外的痣都能被他挨个数出来。他又感觉自己像座古希腊的雕塑，被摆在展厅的正中央，供后人观摩评判。这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想法被停在他一侧的林辉打断。你脸对着我。梁浩天转身面对他，他身体的每次移动，身上的配饰都会碰撞出忽大忽小的声音。对。然后右手扶着后颈。梁浩天照做。肘关节稍微抬高一点。梁浩天配合着调整了角度，肌肉在灯影下紧绷起利落的线条。好，非常好。林辉的目光在他身上游移，最终停留在下半身。他双手抱胸，陷入了思考。画室里一时间寂静无声，落针可闻。胯部朝左扭，重心在左腿上，右腿自然放松。梁浩天依言调整。不行，你把步子迈得再大一些，腿再分开些。这样行吗？他试探着移动。不行，不自然。梁浩天面上维持着配合，内心却忍不住腹诽。废话，腿分这么开，怎么可能自然得了？ OK， 把两腿收一收，回刚才的位置。梁浩天再次调整，直到对方露出满意的神色。非常好。现在另一只手掐腰，让我看看效果。林辉伸出手指，虚虚地点了点他的左臂。梁浩天照做，但他的表情开始有些不适。可以了吗？我右胳膊已经发酸了。那你先放下来休息一会儿，等我开始画的时候，你再抬起来。哦，好。梁浩天如释重负，暂时撤下了手臂。好，现在眼睛看着我。梁浩天乖乖地看着他，但目光依然很挑衅。对，非常好。两人就那样静静地注视着彼此，林辉的眼神忽明忽暗，显得若有所思。你别紧张，否则动作会不自然，你也会更累。谁紧张了？没有吗？没有就好。这个姿势就定下来了，以后都要保持这个状态。你的眼睛要盯着一个固定的点，这能帮你找准身体的朝向。林辉重新回到了画布前。梁浩天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抬起右臂扶住后颈，目光锁定在林辉身上。只见林辉拿起了笔刷，在调色板上蘸取颜料，轻轻搅了几下，便在空白的画布上果断地涂抹了起来。梁浩天盯着他那极度专注的侧脸，心里明白，这一刻林辉是认真的了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不行了，手臂酸得没知觉了。梁浩天终于撑不住，将一直举高的右臂放了下来。林辉低低地应了一声，但手里的笔并未停下来，又在画布上游走片刻才抬头，语调平和。现在休息10分钟。林辉放下笔，擦了擦手，去屏风旁边的柜子里拿来一件浴衣走了过来。披上这个吧，这屋里冷。说着，他将衣服披在了梁浩天的肩头。你想喝点什么吗？我听小李说你爱喝绿茶，我这正好有今年的新茶毛尖。梁浩天正揉着发麻的胳膊。好，谢谢。之后两个人一直在画室待到深夜。收工后，梁浩天回到屏风后开始穿衣服。林辉的声音飘了过来。一会儿要不要找个地方喝一杯？好啊。梁浩天一边系着扣子，一边扬声调侃。每次这么晚，你都会请你的女模特喝酒吗？不，今天第一次。梁浩天嗤笑一声，走出屏风。他将西服外套挂在手臂上，两只手正忙着把衬衫边缘塞进西裤里，动作利落中透着股随性。怎么，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？那当然，毕竟我是老师。难道梁教授不在意这种误会？梁浩天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。他整理好衬衫，目光直视林辉。走吧，去哪家喝？不远，
就在西校门那家律动 POS。好。两个人走出教学楼，身形瞬间融入了浓稠的夜色。他们并肩而行，偶尔目光交汇，谁也没说话，只是回以一个淡淡的笑。耳畔除了两人悠闲的脚步声，就只有远处时不时传来的模糊交谈。他们俩个头相当，相貌皆是出众，若是走在白日的阳光下的校园里，绝对是一道景，回头率100%。梁浩天先开了口：你们艺术学院并进 A 大，你什么感觉？比以前好了还是坏了？我个人感觉是好事。林辉的声音在夜风里显得很有磁性。这里校园更大，人更多，人与人的相遇总能激发出各种各样的故事，新鲜事多了，生活就没那么枯燥。说着，林辉转过头，目光深邃地看向身侧的人。你看，今天我就遇见了你，欣赏到了你美丽的身体，并将它保存在画布上，现在还能和你走在这美丽的月色之下，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梁浩天眼底闪过一丝动容。你们学艺术的说话都这么玄学吗？林辉听他这么说，笑而不语。两个人径直走向校门口。酒吧门口散落着几张桌子，3、5成群的人正站在一旁闲聊。林辉指了指空位：要不就坐外面吧。就外面吧。梁浩天应道，他很享受这种吹着微凉小风的惬意感。酒水和小食很快上齐，2口冰凉的啤酒下肚，工作一天的紧绷肌肉瞬间松弛下来。梁浩天看着林辉，干笑了一下：我看到你屏风后面角落里那些女士内衣了。哦，是吗？林辉垂眸低笑，指尖摩挲着杯沿：你桃花不少啊，挺有女人缘的。梁教授对我有偏见啊。林辉双手抱胸，看着对面的人：那里的电话我可一次也没打过。是吗？为什么？怕女朋友生气？我没女朋友，而且我也不喜欢女的。林辉顿了顿，看向梁浩天的目光变得幽暗深邃，字正腔圆地说道：我只对男的感兴趣。梁浩天嗤笑一声，狠狠地喝了一口酒。梁教授，是不是怕了？声音随着林辉脸的靠近而愈发清晰。我一个教授，怎么可能怕你一个小小讲师？哼，梁教授其实也是喜欢男的吧？梁浩天没回答。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您毕竟是教授，地位在那儿摆着，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性取向。我喜欢男的怎么了？梁浩天抬眼，眼神里带了点被冒犯的火气。你不用说这些话激我，用不着这么麻烦。那既然这样，梁教授，今夜是否愿意跟我回家呢？林辉眼底的情绪赤裸而直白。市郊一个农家小院，梁浩天跟着林辉进入院中。院门一关，林辉就一手揽过梁浩天的腰，一手扣住他的后脖颈，把他狠狠抵在门上亲了起来。林辉的吻越来越深，两个人喘气声也愈发紊乱，开始回荡在寂静的院子里。就在梁浩天觉得快要窒息的瞬间，他用力地推开了面前人，眉头微皱：你家门栓顶着我腰了。林辉往后退了一步，胸口起伏着。梁浩天扫了一眼面前的院子，这院子虽小，却处处透着古香古色的考究。面前的宅子则是青砖砌墙，灰瓦覆顶。你住这儿？是的。这地儿不错啊。梁浩天平复着呼吸，半调侃半感叹：你们搞艺术的是挺会文艺的。能不能别说这些废话了？梁教授，白天在学校上课还没说够吗？林辉显然没那心思跟他讨论建筑美学，拉起他的手就往屋里走。梁浩天顺着他的力道在后面跟着。你说你找我来给你当模特，其实就是个借口吧？带我上你的床才是真的。有点专业精神好不好？林辉头也不回。我是真的需要你这样的模特，你自己根本没意识到你身上的艺术价值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想睡你，我至于这么麻烦吗？老师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的好吧？切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两个人穿过客厅，来到卧室。林辉一把把他扔到床上，自己整个人欺身压了上来。鼻息交错间，林辉居高临下地盯着他。从你今天进我工作室起，眼神就不对，看来今天不好好收拾收拾你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尊重同事。梁浩天勾起嘴角，回以一个惊傲的笑。那我倒想先收拾收拾你，教教你该如何尊重教授。唇齿再次纠缠在一起，林辉的手寻到梁浩天扎在裤腰里的衬衫下摆，猛地一拽，指尖带着微凉的触感探了进去，摸向身后。梁浩天一个机灵按住他的手。你干嘛？我可是一。林辉动作一顿，挑了挑眉，眼神里透着狡黠。
巧了，我也是一。那今晚就算你的第一次了。你大爷的，说什么呢？梁浩天猛地发力，一把将他推开，翻身坐起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老子从来都是一。林辉坐到了床沿上，眼神里透着几分无奈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梁浩天盯着他，心里暗骂：妈的，到嘴的鸭子难道要飞了？僵持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梁浩天先松了口。让我做下面的那个也行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梁浩天的目光扫过林辉那头艺术感十足的长发。你如果把你头发剪了，剪成板寸，我就做下面那个。说什么呢？林辉的声音猛然拔高。你知道我这头发留了多少年吗？梁浩天没接话，只是那样直勾勾、冷冰冰地盯着他，等待着他的答案。林辉有点生气地继续说道：我想跟你做，但我想不明白，这和我剪不剪头发有什么关系？梁浩天站了起来，慢条斯理地整理好弄乱的衬衫，他的眼神变得意味深长。他走到林辉面前，微微俯身，侧过头，嘴巴靠近林辉的耳朵，温热的气音轻拂过林辉的耳廓。等我回家自己解决了，会见了您嘞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。